俄乌两军5个月内在巴赫穆特阵亡5万多人，瓦格纳说出绞肉机之战的真相。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乌克兰快要结束翻江期，乌军计划展开大规模反攻之前，巴赫穆特绞肉机仍然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用瓦格纳老板普利格任的话说，俄罗斯军队原计划是磨碎乌克兰军队，让乌军在2022年底之前失去反攻动能。而巴赫穆特之战到了乌克兰的嘴里，又变成了消耗俄罗斯军队战争资源的决定性胜利。这场辩论的唯一检验标准就是乌军即将开始了大规模反攻的效果。俄乌双方随着军事资源在巴赫穆特被消耗的更多，也将一清二楚。有意思的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近日也加入到了这场辩论，声称美国估计俄军过去5个月在试图攻陷巴赫穆特的战役中，有10多万人受伤，包括2万多人阵亡。美国政府认定俄军攻占巴赫穆特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科比声称，他的数据是依据最新解密的美国情报来源。死亡人数中约有50%是瓦格纳集团的成员。随后，克里姆林宫驳斥了美方的数据是凭空捏造，并指出美国根本就无法获得正确的数据。俄罗斯的媒体声称，有32000名乌军已经在巴赫穆特阵亡。普里格任没有回应美国情报界的说法，但是他透露，瓦格纳部队仅仅向前推进了约120米，就折损了86人。再结合瓦格纳原来的说法，几乎每推进100米就要死亡100人左右。在前几天，普里格任还表示，瓦格纳攻占巴赫穆特每天需要的炮弹量是8000发，而俄罗斯国防部只能交付800发。由于伤亡数量过大，瓦格纳宣布将在5月10日撤出巴赫穆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俄乌巴赫穆特绞肉机之战呢？首先，巴赫穆特之战是俄罗斯军队当前唯一打出亮点的战役，瓦格纳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们过去多次点评过瓦格纳的表现，认为这是一支被严重优待的军队，但不可否认的是，雇佣兵这种作战样式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优异，其主观能动性极强，而且采取的所谓骑在乌克兰军队肩膀上的战术也被证明相当有效。这种步兵与炮兵相协同的进攻作战样式，可以极大地克制乌克兰军队的局部炮火杀伤，也可以避免俄罗斯装甲集群推进时受到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和火炮的打击。所以，仅从俄罗斯军队的角度来看，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作战已经牵制了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力量，为俄罗斯军队在扎波罗热、克里米亚方向构建稳固的防线创造了机会。其次，瓦格纳的局限性也很严重，它破坏了俄罗斯军队的团结和士气。瓦格纳的确有作战经验丰富、战场主观能动性强、战术素养高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普里格任本人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得没有大局观。比如，他经常大骂俄罗斯国防部，宣泄悲观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俄军的团结。在俄罗斯军队整体炮弹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巴赫穆特之战有可能过度地消耗了俄罗斯的战争资源。瓦格纳士兵的高待遇与俄罗斯合同兵之间的差距也会形成严重的心理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俄罗斯国防军的士气。最后，巴赫穆特之战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美国人此时站出来宣布俄罗斯死伤12万人，主要还是为了打击俄罗斯国防军的士气。乌克兰战场当前的主要焦点就是乌军的大反攻什么时候开始，开始之后俄罗斯军队的防线是否稳固，这取决于俄军一线士兵的军事素养和主观能动性。所以舆论战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就是破坏双方的作战意志。巴赫穆特之战曾经被称为是乌克兰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实际上又是瓦格纳和苏洛维金将军设计的磨碎乌克兰军队的陷阱。最终，谁是这场战役的胜利者，不取决于领土的收益，
而取决于双方有生力量的损耗。接下来关键还要看乌克兰军队的大反攻到底能够取得多大进展，以及俄罗斯国防军的士气是否会因为瓦格纳的亮眼表现而受到影响。俄乌冲突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没有必要因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感到兴奋或者沮丧。而俄乌双方真正的较量将是在乌克兰土地的翻江期结束之后正式开始。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